游戏的。这场比赛对我来说很简单，我现在做的动作就是你明天的结局。注意看，来华挑战的黑人选手太嚣张，竟在赛前发布会当中做出抹脖子动作，挑衅中国的散打队队长傅高峰，还主动躺在地上做出傅高峰被 KO 时的神态。好家伙，这个黑人选手简直就没把傅高峰放在眼里。好，齐正了，到齐正位，这个站起来翻过来漂亮，反压住对手，到侧身位，哎，这个时候到了这个齐高峰的这个成绩。刚打完一套进攻的傅高峰瞬间就失去了优势位，重新站起来的傅高峰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勇猛。不过恩扎巴也不是傻子，明知在站立打不过傅高峰，所以选择下前抱摔将傅高峰带入到地面缠斗。再次进入到地面缠斗的傅高峰也是寻找到了防守措施，但是依然的这个撑劲儿还是把傅高峰给带到了地面，是，然后加沙固，然后在这个位置还是有机会来打一打，小心被对手拉十字，哎，果然，小心被对手拉十字啊，对，翻身出来之后又来到拿背的位置，啊，可以锤击啊，起来，都站起来。对 You're gonna try your best. Understand? 刚才抱头防守的老外遭到了裁判警告，哪有人防守是抱着头防守的，连最基本的进攻都不敢实施。此等操作也是让众人对恩扎巴的实力产生了质疑。明明是一个柔术黑带，怎么会被傅高峰打成这个熊样？没体能了。然后回来现在回到比赛当中了。
因为我觉得可能刚才是在进入到地面之后啊，恩扎巴这边的防守动作太多了，就是直接进到防守的动作。拿到绝对优势位的傅高峰开始对恩扎巴施加压力，不过这个黑人选手的抗压能力属实有点强，傅高峰并没有做出什么太多的有效动作，压制无果的傅高峰无奈选择回到站里。傅高峰这边的边角是崔留才和张涛教练。是的，先顶过来，抱单腿，逃出来，对，给一拳，继续砸，连续的锤击。在这个位置，傅高峰选择侧面压制，切回到齐乘位了，继续的锤击。对，这个位置锤击还是下穿手臂，应该是要有拿裸脚的可能的，腿勾还没有勾进去啊。对，不用着急啊，其实傅高峰可以去打一打对手，还可以继续回到站里面。是的，底膝，又是一个被暴揍的恩扎巴依然没有什么事情，看到傅高峰意外摔倒，直接就把傅高峰压在了地面上。看来傅高峰还是有点着急，不过此时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20多秒，拿到优势的黑人选手直接就开始趁人之危对傅高峰实施了断头台锁技。脖颈啊，但是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好，还有10秒。这个位置看看傅高峰能不能抓紧时间去抽头啊！果然比赛以这样的把位结束了第1回合。但是在整个回合结束了，实施断头台无果的黑人选手特别生气，甚至用拳头怒砸笼子。看来还是觉得可惜，即便傅高峰不输于这个 MMA 擂台，但傅高峰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针对性训练，战力占据优势的同时，在地面缠斗也不会轻易被对手拿捏，实力就在这摆着呢。黑人选手根本无法撼动傅高峰，你会发现他有一些疲软的状态。第2回合的比赛了。红方中国队长傅高峰，蓝方选手刚果布。第2回合开始了，黑人选手在站立根本就动不了傅高峰一根毫毛，甚至连最基本的对拼都不是傅高峰的对手，怪不得傅高峰是散打队队长，在站立对拼拥有绝对的统治力。反观这位黑人选手胆子还挺大，竟然敢和傅高峰打站立。不过这个黑人选手内心所想，谁又知道？柔术冠军必然会逼迫傅高峰打地面缠斗，这样还是会有一丝的忌惮在。是的，前簇，对低扫，对右手端打得不错啊。对，果然要进自己的主动要去打下位，这是一个圈套啊。对，那主动要去打下位，这是一个圈套，对，让你进入地面。对，没错。好，要往上去挂腿。我们来看啊，傅高峰果然进入到了对手的封闭式防守当中。是。此时的俩人处于一个冷静期，傅高峰做不了动作的同时，恩扎巴也做不了任何动作。干耗着的同时，傅高峰还能得到喘息。不过一直这样耗下去也不是什么好办法。殊不知，现在的风平浪静与10秒之后的狼狈不堪形成了鲜明对比。黑人选手怎么都想不到，傅高峰在地面缠斗竟然有如此高的爆发力，胳膊大长腿了。对，但高峰还是要打一打哈。对，但是对于小拳还是要上一上。对高峰来讲，要小心啊。对，小心对手往上去挂腿。是。连续的给锤击。一次提醒要回击，要做动作。被重拳暴揍的恩扎巴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裁判见状直接终止了比赛。也不知道这个黑人选手是真没实力还是假没实力，站立打不过有情可原，但在地面缠斗被傅高峰压着打，
难道这个柔术冠军只是一个虚头而已？先不说别的，咱先来观看一下慢动作回放。赛前嚣张跋扈的黑人选手被傅高峰打得抱头鼠窜，这一幕让人看了真是十分解气。重拳的，其实你看到地面之后，这个位置，利于傅高峰在做地面夹击的时候，他护头护的比较的严密。是的，因为我觉得不应该只是恩扎巴吧，因为在这个级别当中，傅高峰的拳的力量感和重量感应该是谁都会有所忌惮的。是。好，祝贺傅高峰拿下了这场比赛，恭喜！最终，傅高峰获得了 MMA 首胜，成功教训了一下这个嚣张的黑人选手，让其见识到了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大家感觉傅高峰打得好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傅高峰的硬气。中国队长傅高峰表示祝贺。武林龙队这个签约正式第一场比赛，其实我对手今天表现很好，反而我是因为半年没有比赛，再加上这场比赛，备战了不到半个月，所以不完全是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会作为一名散打运动员，把我们中国武术散打的精神